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这部要介绍我在 3.15 的第一支角色卫士盾灵头子。在录这篇影片的时候，盾灵头子已经在忍者网上变成第1名了，目前是国际服中最多人使用的技能。刚好我在台服就用盾灵头子做拖王角色，在打完塞勒斯时就决定来发影片了。这部影片会大概讲一下拖王的情况，以及中期装备的替换和天赋走法。先大概讲一下我对这个流派的想法。目前玩到了91级，死亡次数是63次。用以往的死亡次数来看的话，是算很高。可是，在这一季的难度大幅上升，公会里的朋友好几个都打到红图时，死得有点惨。在玩卫士有不低的格挡以及护甲的情况下，生存能力比起图腾和地雷是好很多了。只不过伤害面就不能和他们比，毕竟图腾和地雷就是靠伤害吃饭。装备比起盾头来说也是贵了不少。如果要我推荐新手拖王的话，我还是会比较推荐召唤和盾头。如果是比较会赚钱的老手的话，就会推荐地雷和图腾。接着大概讲一下初期拖王的流程。盾灵头子是在第3章解完铲除左右手之后，28级时可以使用的技能。在这之前，我是用钢之烈化一路打上28级，拿完盾头之后才开始用的。前期可以双持剑或斧，或者拿双手剑或双手斧都可以。如果有公会或朋友赞助的话，可以拿低等的传奇武器会比较好打。天赋则是先往匪猴舞蹈那边走过去，之后再补上出血的那一圈。流血再配上卫士升华的流血爆炸，在清除上有很不错的效果。之后再往下方走，拿盾牌最重要的天赋圈，这一圈给了蛮多的伤害和防御。如果开始用盾灵头子后，没有点到这一圈的话，玩起来会有一点辛苦。再来就是往野蛮人的左边走，拿坚毅之心的必中了。建议是在33级左右时可以跑升华就先跑，拿完升华之后拖王会轻松很多。我个人的升华顺序是先拿血之眼，配合天赋的流血圈和几率流血辅助，这样前期就有100%的流血几率。第二次的升华再点免费暴力，这个天赋击杀流血的敌人会产生爆炸，并且增加20%的更多物理持续伤害。流血再加上爆炸就是这个流派最主要的清怪手段。之后的升华我才会开始点生存方面的天赋。痛苦铸造主要就是提升格挡率，全方位都是可以把法术格挡等于攻击格挡，所以只要专心的升攻击格挡率，就可以获得相同的法术格挡了。升华的部分讲完之后，再来讲一些推荐的装备。初期拖王到28级开始使用盾头之后，武器推荐使用灵护来撑抗性。在拖王时装备极差也不好撑抗的情况之下，这把武器可以让你的抗性满到爆表。盾牌则是一路捡替换上去，练到70级之后，我才买了狮眼的荣耀之盾。基本上这个盾牌已经可以打到黄图。在后期如果觉得伤害不够的话，再自己制作盾牌。护甲最高的基底是巨型塔盾，要甩出 T1 的护甲帕数的话，物品等级必须要86级以上。如果只是想弄一个中期国图的话，可以用84的物品等级就好。做高护甲的方式则是使用稠密化石，或者在花园用防御的混沌吸撒也可以，之后再上工艺增加品质这样。我这个工艺是比较低阶的，因为还没有解到就先将就用了。高护甲的盾牌制作费用并不高，比起做武器的难度是天差地别，还蛮推荐各位自己做做看的。现在市场上应该也可以找到不少的盾牌了，懒得做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逛街购买。武器的话则是推荐红曜之月，颜色洗3个绿色。测试下来的结果攻速会比无伤好一点。手套的话使用祭祀那一季出的手套，可以增加副手50%的攻击伤害，之后再用金水或者花园几个生命或抗性就很好了。衣服则是推荐狮眼的刺线，这件衣服内建15级的穿透辅助，就等于盾头有7L，还有不错的护甲和生命值。不过现在要6连的话很贵，我打塞勒斯时也只是穿白袍而已，等过一阵子6连变便宜之后再考虑看看。毕竟我开服到现在都还没有打过崇高石。腰带我是使用坚毅之环，之后可以用北境的伟大领导这个预言，把腰带升级成游牧。升成游牧之后有加50%的投射物伤害，对于盾头来说是非常有用的。不过预言现在也是崇高价，所以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换就是了。头盔的附魔则是发射5个额外碎片投射物最优秀，项链的有涂上了钢铁命令，主要就是撑格挡和拿伤害。其他的装备就比较没有什么好推荐的了。巨型星团使用物理、攻击、尺盾伤害都可以，中型星团则是使用投射物伤害这一颗。影片上看到的就是我目前使用的星团。
珠宝则是挑生命、物理伤害、攻击速度为主。因为我还没有使用狮眼的视线穿透，所以我都用了一颗盗猎者的准心。如果有用狮眼的视线的话，就不用用这一颗了。装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，再来聊聊盾头整体的打法。由于天赋有点到坚铁之力，增加力量也会增加投射物伤害，所以在装备的选择上也是可以尽量挑有力量的。再来是天赋有点到零点射击，这个天赋是站越近伤害就越高，所以打王的时候要尽量贴着网去打。接着是天赋的武装召唤，我是用战法战红辅助配上追击者印记，不过用盾头时并不会触发，所以要用越级上印记，顺便拿护体来增加生存。如果你手套或者戒指有脆弱诅咒可以用，那战红也可以改成坚决战红这样。盾头和药剂则是都串上了活栓，直接用生命来输出，解决了魔力的问题。光环开了纯净之解和骄傲、恐惧之喜和活力。我的活力只点到了5级，就依照个人的魔力量去开，记得留一些魔力给战筒释放就好。瓦尔的迅捷光环是不开的，只有在打王的时候会开瓦尔爆发一波。基本上整体的玩法就差不多这样。比起地雷和图腾来说，个人觉得生存面高很多。不过在后期打赛8赛9的话，地雷和图腾应该会打得比较轻松，反之盾头可能会刮痧刮得很严重。毕竟天花板也不高，后期也很难再提升上去。如果想要玩高伤害的盾头的话，可能要用暴徒或者侠客来玩看看。只是在拓荒和生存面来说，卫士盾头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。影片后面就放个赛5的最后一阶，穿白袍还吃2次带活着这样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